原来他可以不用靠时间体力赚钱，因为你看他是一个插画师，他如果要做募资，他等于是还是要画画嘛，那他还是去找印刷厂去发行去募资，所以他要做很多劳力的工作。但是如果他可以把他赚到的钱，他让他想办法去创造更多财富，其实他等于是就是他可以是睡觉也可以赚钱，所以他却跟我说他真的很后悔他没有早一点开始，所以我意思是说，贫穷有时候会限制了你的格局，但是呢，你学习投资理财，因为人无法赚到了你认知世界以外的钱，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学习，我们要看书，其实就是要你跳出你既有的框架。欢迎收听收看理财小时候，我们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多元观点，和你一起学习投资与理财，一起打造出有选择的人生。欢迎大家在 Podcast、YouTube 跟 IG 订阅和追踪我们。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宾是这本书的作者，启动致富原理的作者，小资理财教主 Dr. Selena。我最近有个感想，就是理财好像知识我也有了，但是其实有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就是那个执行力断层，就是我知道了，可是我好像没有行动，那或者是害怕赔钱，然后就有一点恐惧，或者是我就很努力工作，想说这样子来补偿一下我那个没有去认真执行的心态。可是好像我看了这本书以后，觉得这好像又是另外一个陷阱。然后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我就启动致富原理这本书之后，我就觉得说杨博士就是 Dr. Selena 一定是可以给我很好答案的一个人，因为我看他里面的过程，我觉得 Dr. Selena 简直就是心想事成的人，他不是运气好，他是真的执行力非常非常到位的人，所以我今天就来请教一下 Dr. Selena。 那不过在一开始之前，可不可以请 Dr. Selena 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就是当初是什么契机想要写这本书的？我写这本书应该是，其实我本来没有要写这本书了，后来是因为天下的副总编来 approach 我，然后那时候我跟他讲说，因为我其实过去出了9本书了嘛，所以其实而且我之前也有畅销书，就是我的月入3K 元的投资理财那本书大概17刷，哇，大概卖了快2万本，所以我觉得出书对于我的意义，我会跟他说，如果没有办法有新的突破，那我就不要写书，因为我觉得其实读者也不缺我的书，而且很多投资理财的老师。但是我跟他说，如果我可以写一本有机会被翻成多国语言版本的，我会觉得是一个挑战。然后他就说他们去努力，因为天下本来就是在就是海外版权，他们是可以有机会的。然后我就跟他说，好，那如果有这个，我愿意去尝试。但是其实呢，这本书其实陪伴我经过一些人生的低潮，因为其实我做小资财商教育大概也是快8、9、10年吧。然后就是在去年2月初的时候，我人生陷入一个低潮，就是可能我之前在2024年的时候，我做了太多事，可能我有出了2本书，就是泰国房地产投资、泰国投资啊，然后艺术投资啊，然后还有就是我出了一个 PPA 的线上课程，然后又跟我朋友他们弄了一个线上论坛，我自己又搞了一个小资变有钱 Podcast 的年会，然后那一年我就过度燃烧，然后过度燃烧到我又去考了一个 RFC， 就是那个国际的财务顾问师的证照，所以那一年我就非常的忙碌。之后2025年的时候，我就突然就是陷入个低潮，就是觉得说好像台湾有非常多的投资理财老师，好像不缺我 Dr. Selena。所以我记得那时候2月的时候，刚好那时候脸书很多投资理财老师的粉丝团不见了，所以我的也不见了。可是你知道那个晚上，我跟我老公说，我的粉丝团不见了，耶，可以不要介意了，竟然是开心。然后后来当然很快就回来了。然后去年的4月呢，我刚好又去秘鲁，我就去秘鲁，你知道秘鲁其实台湾到秘鲁去其实很辛苦，因为他大概要从 LA 转机再到利马，中间大概如果含转机的时间大概30个小时，哇！所以其实我到了秘鲁去，其实我有2个目的，因为第一个是我马丘比丘是我觉得此生非去的景点，第二个就是我很想去彩虹山。那你知道那个秘鲁的彩虹山，它其实是这几年新的一个景点，这个景点就是它的山好像是像 cake。巧克力 cake 一样会有7彩颜色，一层一层的。但是你知道去彩虹山其实它比马丘比丘还辛苦，因为它必须早上4点起床，4点半出门，然后坐了3个小时的车，然后到了那里之后你还要骑1个小时的马。哇哦！为什么要骑马？是因为它要你节省力气，如果你一开始就
走那么一大段路，你一定爬不上去的。所以后来我就到了那个山底下，我就自己爬上去，大概花了半个小时爬到5000多公尺的那个高山，然后可以看到那个彩虹山。那一天我们运气非常非常好，就是晴空无雨，然后还有就是天空很蓝很蓝，然后那个彩虹山它真的很漂亮。那我记得那时候大概9点多10点多的时候，我站在那个5000多公尺的彩虹山，看到那个风景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人生成就解锁的感觉，就是说这么辛苦，就是我翻山越岭，然后这样爬那么高，然后我本来以为我会有高山症，好像也没有。我姐姐还很怕，因为我问我姐去，我姐平常有重训，还有爬百岳，她很怕我拖累她，她还叫我出发前还要去重训，但是我忙到都没有时间重训，所以到后来发现说，其实她有一点高山症，但是我都没有。那我爬上去的重点，我觉得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说好像解锁了一个人生新的成就，就是这么5000多公尺，我爬了那么高的，然后你看那个风景的时候，我明白了 Dr. Selena 存在的意义跟价值，就是原来呢，因为我是一个单亲的小孩嘛，然后我也一路从一个就是高职女生，甚至我从15岁就做印刷厂的女工，然后打了非常多的工作，不管是早餐店的店员啊，或是安亲班的老师，甚至是西餐厅的这些工读生。但我后来发现说，如果我可以从一个高职女生，然后就是一路就是靠自己的力量存钱，然后念大学，去英国念硕士，最后完成博士学位，甚至呢还在海外置产，大概我在海外有7、8间房子，然后重要的是我还完成环游世界75国这个梦想，然后我人生所有的梦想都实现，包含了我出书，我也出了10本书。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的存在意义价值就是我要让所有的小织女可以从我身上看到人生翻转的希望。原来就是没有伞的小孩其实也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就是你没有富爸爸，那你就可以变成自己的富爸爸，那你不能当富二代，你就自己当富一代。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原来我可以活成所有的小织女他们未来人生想要的那个 role model。他们看到我翻转，他们就觉得可以跟我学着投资理财，甚至呢他们也可以跟着我去环游世界，然后完成人生所有的梦想。所以我那时候就会觉得我后来回来之后呢，我就有力量，然后我后来就写了这本书，大概我印象中我大概写了3个月，就是本来之前都卡住了写不出来，然后后来呢写了3个多月。我交稿的时候，其实天下他说其实他们包含了总编辑、副总编，还有包含设计，他们说他们很喜欢这本书，他们觉得这本是一本很有生命力的投资理财书，而且他们觉得就是看完以后他们会觉得人生充满了希望这样子。所以这个过程就是写这本书的过程，但是有这样子一个就是从低谷，然后再到我又重新明白了我 Dr. Selena， 就是我觉得台湾虽然有很多投资理财老师，但是我有了独一无二存在的价值跟意义，因为我有他们没有的背景，我也有他们没有达到的一个梦想跟成就，然后我也给很多的小织女人生看见了一个希望。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本书很不一样，因为比如说好了，假设我比如说看了某个影片被激励之后，好，我要努力，然后拼命工作或什么。可是我在翻这本书里面，我就有看到一段，比如说只要我够拼，我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然后财富也越来越多。可是你却称这是劳力的陷阱，然后说这种安全感可能是假的。那我就觉得为什么会想写这段话来提醒大家？我今天早上其实去美发店洗头，我觉得贫穷会世袭，这个世袭是因为我们很多的原生的教育，就是家庭的教育，其实会决定了这个小孩将来的格局。那比如说那个美发师，他就来跟我说，他说他的妈妈呢，就他们好像住云林，他说他妈就说投资理财很危险，他妈就说不可以教他不可以买股票，不可以买 ETF， 然后他的钱都要存在定存。那你看就是妈妈因为爱小孩，所以有时候他的观念他会限制小孩的发展。那你看这个美发师，他就是在努力，他一天就是做10个小时好了，他1个月的薪水就是有限，对，因为他那个 scalability 是没办法扩充的。但是可是靠投资理财它是可以扩充的，因为等于是你不是靠时间体力赚钱，你可以靠钱去赚钱。我再讲另外一个例子好了，我有个铁粉，他是住台东，他看完我这本书之后，他很感动，他写了一封信给我。他说呢，他跟我一样是一个单亲的小孩，然后他一毕业就领助学贷款，当然负债50多万，但是他就是很努力的，就是用631理财法存钱，然后他就定期定额买 ETF 或是买好老公股票。
你知道吗？他说他这4-5年，你知道后来他跟我说他存到多少钱？他说他存到1桶半的金，他存到300多万。你看一个小资女4-5年了。然后重点是他跟我讲到一个重点，他说他爸爸去年癌症，但是因为他可以卖掉一些好的股票 ETF，他有钱可以支付他爸爸的医疗费用跟一些长照费用。后来我其实很感动，就是说原来我教别人理财这件事是真的可以帮助到，真的不只是一个人，甚至是一个家庭，可以帮助他的家庭可以翻转人生。所以他跟我说他相信呢，我启动了他的致富原理。后来他还说他上了我跟施雅堂老师去年开的那个台股美股的课程。你知道他说他2个月赚多少钱？他说他赚了$3000。你看他学费才3000块，他赚了大概是30倍回来。他说他觉得我启动了他的致富原理，他相信他在不久的未来他可以累积到1000万的资产。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你看到这是个对照，如果你都不理财，其实你就是只能靠时间体力赚钱，但是如果你理财的话，你可以靠着钱去帮你去做复利，去做滚动这样子。其实小资族呢可以定期定额买 ETF， 我觉得其实呢都会滚出超乎你所想象的这个报酬率。我再举一个例子好了，我有个好朋友，他是一个插画师，他很可爱，他就是每一年他都会去做募资，比如说设计那个月历啊或者日记这样。但他很可爱，他就每年1月多的时候他就会送给我。然后去年我记得很深刻，2025年他1月他就跟我说，我跟他吃早餐在麦当劳，我就说谁谁谁，我就说你认识我那么久了，我是一个含金量很高的朋友，你居然没有利用我让你变有钱，所以我就说这太不应该了。我就开始跟他说我就叫我的理专去帮他开户开证券户。然后我跟他说你就买这4档 ETF，然后每一档5000好了。后来今年的1月他再来送给我的时候，你知道他说他目前的投报率多少？那个时候他说他22%了。原来他可以不用靠时间体力赚钱，因为你看他是一个插画师，他如果要做募资，他等于是还是要画画嘛，那他还是去找印刷厂去发行去募资，所以他要做很多劳力的工作。但是如果他可以把他赚到的钱，他让他想办法去创造更多财富，其实他等于是就是他可以是睡觉也可以赚钱。所以他却跟我说他真的很后悔他没有早一点开始。所以我意思是说，贫穷有时候会限制了你的格局，但是呢你学习投资理财，因为人无法赚到了你认知世界以外的钱，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学习，我们要看书，其实就是要你跳出你既有的框架，不会被父母所制约。特别是我们老一代的父母，其实他受的教育是很有限的。新的一个调查他说现在台湾的就是大概拥有 ETF 的人大概超过了1200万，而且他说现在买 ETF 最多的人是20几岁那个年轻人。所以其实年轻人其实他们因为他们是网络的原住民，所以他们从小他们其实就知道ETF 定期定额，然后他们可以善用这些投资工具。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说不要被你自己的认知所制约。然后如果你只能靠时间体力赚钱，你一辈子你可以赚到钱你就数得出来了。但是靠投资复利，我现在如果没有工作的时候，但我下个月可能领到这些配息可能超过30-40万，如果再加上我海外的房地产，因为我现在已经是双东姐妹花，第一个我当股东，第二个我当房东。还有双东姐妹花这种说法。但是闪电跟我讲一件事，勾起我一个回忆。我也曾经也觉得说哎呀我真的是早点开始就好，因为我现在也有开始嘛，身为一个理财节目主持人总是有在做，可是进入以后发现我应该早点开始。可是我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就是我想要放更多进去，可是那时候就会卡在一件事，就是说花钱，就是我这笔到底要花钱还是要买那个 ETF。 然后书中也有提到，就是说我到底要买香奈儿包还是要买那个 ETF 某个有多少股这样子。可是因为我觉得花钱的性质每个都不一样，然后你就书里面也提到聪明花钱这个想法，那我就想请教大家Selina，就是你那个聪明花钱你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我很喜欢一本书，它是叫做日本的一个畅销书，它就是花掉的钱都会自动流回来这本书。那我也很喜欢它这个概念，就是说其实我们花钱呢，其实有时候越花钱越有钱，但是有时候会越花钱越没钱。那取决在于你呢，就是你每一次要花钱之前呢，你可以开始去思考你真的是需要还是你想要，然后这一笔钱呢它到底只是满足你一时的虚荣，还是可以帮你创造更多的财富。所以其实像我现在环游世界大概75国，我常常都在机场什么东西最多？
免税店啊，对啊。但是你知道，我其实现在去哪里我都不太会去免税店。那比如说要买名牌包之前，我就开始思考，就是说，如果这个包包20万，好了，一个香奈儿包20万。我如果买这个香奈儿包可以带给我未来的价值是什么？它可能只是满足我虚荣，就背出去，朋友觉得但是我现在觉得我自己就名牌了，我不需要这个名牌包衬托出我的气质，你了解我意思吗？是。重点就是，如果我把这20万我随便好了，我买在我举例好了，我买在比如说像是00922这种市值型的 ETF，那也许我可以买到比如说8张，因为它现在30几块，我可能买到8、9张，然后它一年呢可能配息给你就超过了12%，那原来这20万我可能可以创造12%的话，我就变成是1万多嘛，那我每个月就可以帮自己加薪1000元。但是我的香奈儿包不会，所以你就开始去思考，就是说，我买这个东西，它到底是可以创造我未来的一些价值吗？去上线上课程，像我刚刚那个粉丝，他3000块赚回3000美金，30倍哈。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如果你花钱去买书，比如说我的书300多，启动支付员300多，可是你可能可以赚回3万多，对不对？那如果你比如说你把这个钱花在买 ETF 上面，那你可能我刚刚讲了嘛，你可以创造更多的报酬率回来。所以每次要花钱之前呢，其实你就会开始去思考，这笔钱我真的需要花吗？我都不太会去美式大卖场，就大家常会去那个，我不太会去。为什么你知道吗？我后来发现呢，你每次要去那个美式大卖场，原本你只想买3件东西，但后来呢，因为这个特价，这个买一送一什么，你就可能买了10几样。那你随便去呢，你原本预算可能只要花1-2千，到最后你可能花了6、7千，然后你买了很多大分量，但是呢，可能是吃不完，所以你会发现，你去那些美式大卖场，很多东西都丢掉。然后或是你放在冰箱，放到那个保存期限都忘记了。所以我意思是说，你原本想要省钱贪小便宜，但你可能多花很多钱。我再讲一个例子啊，因为我觉得很多的行销人员是很厉害的。我记得我之前知道去一个药妆通路，买那个黄色小鸭沐浴乳，他就买1送1，1992瓶，我就很开心。结果我后来发现，他平常多少钱这样？99，根本没有省啊，没有省，你了解了是吗？你还多1块钱，所以我们常常因为那种行销、那种促销啊，你会勾起你贪小便宜。但是你以为你是省钱，但其实你会多花很多钱。花钱的时候，你要远离那些会让你冲动购物、冲动消费的地点。然后，而且我觉得这世界上最贵的就是时间。所以我之前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些大卖场，他们开幕的时候都会有那个免费早餐。然后就会有人排队排了3个小时，那我现在想说，那免费早餐30块好了，你3个小时，你可以去做多少事啊？你如果去工作也好，投资也好，学习也好，其实可以创造很多价值。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观念就是，很多人领到钱的时候，领到薪水的时候，我就开始缴，比如说缴房租啊，缴房贷啊，然后缴这些生活费这样，他最后到月底的时候，他想要存钱的时候，就发现说他月光族，他存不了钱。你要先改变习惯，就是你要先存钱再花钱。所以为什么我书里面说用631理财法？对，就是你呢一开始拿到薪水，假如你薪水3万块好了，一开始你就想说我要存掉30%。那你就9000块存下，那9000块存下，其实你就可以买3档 ETF 了。那甚至是现在台湾的投资人很幸福，因为我们有非常多的主动式的 ETF， 绩效也超好了。主动式的 ETF 很厉害，它不仅可以让你去赚成长，它现在还有季季配息，而且他们的年化报酬率换算下大概也有7-8%，所以它不输高配息哦。所以你看到它有高配息的殖利率，但它又有高配息没有的成长性跟动能，所以我会觉得其实台湾的投资人其实非常非常幸福，所以其实你根本不用烦恼。那剩下的60%呢，你的3万的60%，18000嘛，那我跟大家讲，你都要计划性的消费，就是18000除以4，所以每个礼拜你只能花4500，对不对？然后你就每天只能花700-800，懂？那你就每天有一个budget控制，那你就不会乱花钱，也是，对不对？那剩下的1层呢，你就可以用在买保险或投资自己，不管是买课程、买书也好。我觉得这样子，你用631理财法，其实你就想办法留住你的钱，存下你的钱。其实有时候你每次在消费的时候都在想，我该不该买这个东西？那与其这样子，不如你月头就先把你该存的存起来，你后面就想说，好，我在我预算内的就买吧，这样可以少耗很多脑力。而且你会发现我觉得台湾很多人他开始有资产累积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买了房子。他买房子最大的好处就是因为他每个月要缴贷款，他月初要缴贷款，他逃不了。对，所以他就会想办法生出那个钱，然后他剩下的钱他就会省吃俭用，对不对？所以其实用631理财法，它某种程度就是你的3层呢就去缴贷款，只是你交给了 ETF。然后我觉得这样子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把 ETF 当房贷在缴，对，对了。那我觉得人呢，其实你的消费习惯跟存钱的习惯、投资的习惯是可以养成的。你看我还有一个案例讲给大家听。我有个好朋友凯利哥，他的女儿小黎，因为每一年的出书我都寄给他。他女儿9岁那一年呢，看了我的书之后，他跟他妈妈说，那一年领压岁钱的时候，他跟他妈说：“妈妈，我今年的红包压岁钱，我要买 Dr. Stan 书上写的那些 ETF。”他9岁，他9岁，而且重点是他每个月他妈给他1000元零用钱，对不对？给他跟他姐姐。他呢就会存下50% 哦，他就去定期定额买 ETF， 然后他姐姐想要花的钱多一点，他姐姐大概只有存200。第一年没什么感觉，因为他们有买00878这种季配息的，第一年他们每一季都领到几百元的人，你知道第4年有差了，他姐姐还是几百元，他是几千元了。所以这个就是时间跟复利的这个差异。所以我意思是说，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如果你现在都还没有开始投资理财，你没有定期定额买 ETF， 你都输给9岁的小女孩。真的。然后我想请教Dr. Selena，就是有时候比如说你刚刚讲旅行好了，旅行其实蛮花钱的，对，很花钱。对，然后旅行算是聪明消费吗？你是怎么？因为旅行，假设我们不是出国工作好，旅行大部分都只是花钱，要住宿要吃饭嘛，对不对？那他没有办法换算成那个量化，比如说我花了这个旅行钱可以赚回多少钱，可是旅行我觉得对大部分来讲都是有意义的。那你是怎么去看待这个？你怎么定义旅行它是一个聪明花费呢？我觉得它可以有2个 angle， 就是2个面向去思考。第一个呢，其实我在书中有一个打造金钱螺旋。打造金钱螺旋就是说，你找到了你喜爱的事物，然后你就把收入投注在这个上面，然后你持续的去就是分享，或者持续的去做这件事，然后想办法让它跟收入去做连接。然后最后呢，你所花掉的钱都会回到你身上。我举一个例子啊，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旅游部落客，他叫许杰。那么他也是很喜欢旅行，所以他就拍了很多摄影，他就在网络经营部落格或是经营粉丝团。后来呢，他就把它变成专业的职业了，因为他后来有很多的业配合作嘛，甚至是我记得好像是航空公司的飞机上面还有他的照片。然后我的意思是说，你看啊，他是找到他喜欢去旅行，他摄影。所以他分享，然后是不是让他跟收入连接，然后他就变成是金钱螺旋。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你旅行当中你也可以分享啊，谁说你不能当网红？你了解吗？你就持续分享，持续的去写部落格，其实你也可以赚一点钱。像我现在经营粉丝团，对不对？我发现 FB 呢，它也有广告收益。我有时候一篇文章可能就让我赚$100。上个月我就收到$300。所以我就赚了9000多块。那我觉得也不错啊，就是补贴家用这样。所以你也可以这样做。然后再来就是说，我觉得人生很多的东西它不是只有花掉而已。像我一直觉得旅行这件事，它就是创造你人生的幸福存折。因为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其实会创造你很多人生幸福美好的回忆，这些回忆是无价的。我们全家都很喜欢环游世界。我们全家环游世界的国家最少呢，就我妈大概30-40国。我的姐姐呢，姐姐我的大姐40多国，我二姐可能也是60-70国，我70多国。我们每一年其实都会全家一起去旅行，那个过程其实是很美好的。然后就是家里的感情也会更深厚。其实花掉的钱有时候会成为你人生中幸福美好的记忆，这样。所以我觉得。其实花到那个钱，我觉得是值得的。所以从这2个面向，你花掉钱，像许杰他可以赚回来，但是花掉的钱可以创造全家幸福的回忆。所以我觉得，其实旅行对我来讲，其实是有时候是我赚钱很大的动力。人生我觉得我最后只求2件事情，第一件就是我喜欢做的事，第二件就是可以帮助别人事。我觉得教小资理财就是我喜欢又可以帮助别人事。人生很多的事情在生死面前其实都是小事。最近不是伊朗跟美国在战争嘛？对。之前呢，我去过以色列，去过了约旦，去过了巴勒斯坦自治区。然后我其实有一年我很想去乌克兰，但是就想说晚一年再去。乌克兰后来叫战争，所以你就突然发现说，其实呢，有些时候人生要及时，因为有些国家你可能错过了，就去不了了。你看像乌克兰，我可能这辈子不会再去了，因为它战争嘛。那你看，我之前也蛮想去伊朗的，因为伊朗的建筑其实很美这样子，但是你看现在它可能你也去不了了。对，人生只有一次，所以我要过一个无悔的人生。所以当我有想要做的事的时候，
我一定，或我有梦想，我一定赶快去追求。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决定我们人生的长度，但是可以决定我们人生的宽度。所以怎么样让你的人生就是活出就是有意义的人生，有价值的人生，其实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我有个朋友是非常非常有钱的，他的资产大概是好几亿。我看到书中的这个例子，我印象很深，很深。然后呢，他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创业家，就是他有生计啊，他有公关。当然他其实每一次他很羡慕我，就是说我环游世界60-70国，他只有去10几个国家。我就跟他说，其实你也可以，只是你舍不舍得放下，因为他要经营这些事业，他就舍不得。然后其实后来有一年他听我的话，他就把生意顶给别人，但他后来又舍不得金鸡母，就后来又加价50万给人家拿回来。结果我那时候就开玩笑跟他说，我说你到时候不要人在天堂钱在银行。最后呢真的一语成谶，然后他就生病了。 Oh my God。 然后之后她后来很多的钱都给她老公。我那时候还开玩笑跟她说，不要便宜老公的新老婆，如果让她人生重新选择，我觉得她一定不会那样子只把时间都花在事业上。因为我觉得要过一个平衡的人生。对，你书中有提到就是这件事对你冲击蛮大。那你在你经历过这个，就看了朋友这个例子以后，你自己有什么改变吗？因为我从小是我阿嬷带大的，所以我阿嬷跟我感情非常非常好。我阿嬷后来她老了，其实她谁都不记得的时候，她看到我的时候，她会叫我安迪爱考哥爱假变，就是她都记得我。因为我小时候是一个我一跌倒我就会跟我阿嬷说，妈妈阿嬷我要吃乖乖，我要吃什么蚕豆酥，所以她就会印象，所以她谁都不记得，但阿嬷的心中是记得我的。我阿嬷过世的那一年，我在灵堂看阿嬷变很小的时候，其实我非常后悔，我很后悔为什么没有在我阿嬷活着的时候带她去旅行，买她喜欢吃的东西。那我就觉得一切都无法挽回。那一年我刚好自己身体出了一些状况，所以我每3个月要去医院检查。你知道其实要去医院检查的时候，等检查报告的时候都是很可怕的，就像感觉医生给你判死刑。我那时候突然问我自己，如果明天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天，我没做什么我会后悔，因为阿嬷那个我挽回不了了嘛。但是我忽然想到环游世界，所以我那一年我就辞掉工作去环游世界。跟你讲我的人生，我在2019年12月25号的时候去马耳他意大利完成了环游世界60国的梦想。结果我回来的时候是2020年1月5号，世界就关起来了，真的。然后我那时候就很庆幸说，我其实有出做的。所以那疫情封起来的那3年哪里都不能去的时候，我至少没有遗憾。就是我有很努力的去完成我环游世界60国的梦想。人生只有一次，我觉得要就是活出不悔的人生。理财的终极目标并不是那个数字嘛，而是人生的选择权。你刚刚讲那一段，我就觉得对，你就买了很多自己的选择权回来了。对啊，这个选择权很具体，因为我觉得对蛮多人来说，就是说买回人生的选择权，我到时候就选择自由了。那可是他没有下一个，那你要选什么？对，那个选什么好像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它会驱动你去更认真做这件事情。其实启动致富原力，其实我觉得它有点像星际大战那个 Force。是，其实是存在你心里的。所以你在命名时候想到这件事情吗？其实那个是在你心里的，只是你不相信。May the force with you。其实我就觉得，我看了这本书就可以启发，有钱这件事情其实不只是你银行存款数字的增加，它的背后它有个底层逻辑。所以不管是你想要买房啊、存退休金、帮小孩存教育基金，或是完成环游世界的梦想，其实它的底层逻辑是什么？你知道吗？是爱。因为你希望爱自己或自己所爱的人可以过上更幸福美好的人生。所以你看梦想的结果是不是幸福？可是每一个梦想后面其实是要钱才能够去完成，所以财富力很重要。为什么你要学习投资理财？是因为你要完成人生很多的梦想，但是梦想背后就是因为要让你爱的人过上幸福的人生。刚刚你在前面讲的话，有一句话很快的带过，所以但我觉得这很有意思，所以我想特别问一下，就是你有一个叫好老公选股法这个名字，我一开始很妙，好老公选股法。一开始会教小资族理财，其实是大概在10年前，我的助理，就是我那时候我的助理，他就是每天他的办公桌有个粉红色小助攻，他就开始投钱。我就问他说：“谁谁谁，你投钱的目的是什么？”他说：“其实他也是一个北漂小孩，他就是想让他的阿公阿嬷，就是他想要在台北买房子，把他们接来台北。但是你看以台北的房价，以他的收入，
我觉得他可能连台北的厕所都买不起，所以我那时候，但是我也不可能一直帮他加薪嘛，对不对？所以我那时候想的方法就是，那我可不可以教他们投资理财？所以我那一年就开始在公司成立小资理财社，每一个月可能固定找一些时间，中午的时候就教他们理财。所以他们一开始呢，连股票去哪里买都不知道，我还跟他们讲说去菜市场买，你知道吗？就是很多人他不知道股票去哪里买，然后后来呢？研究是说，我长期会让我赚钱，股票它有没有逻辑？然后就发现说，那还有一个逻辑，因为我是巴菲特的信徒嘛，所以我就发现说，那我们可不可以用简单的指标，让他从台股1700多档，他可以筛选出可以让他赚钱、可以让他获利的好的股票。那我就发现说，有就是连续5年，可能我们用 EPS 大于1，然后殖利率大于4%，然后 ROE 大于10%。然后再加上了基期，就是1年最高的价格除以加上最低的价格去乘以 0.9 再除以2，就可以找出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一个价位，所以就变成3高1低的好老公股。然后用了这个逻辑之后，发现说，其实他们用这个逻辑选股呢就很精准，而且至少这些公司都是长期获利、股利稳定的好公司。那其实这些好老公股其实后来表现都非常非常好，很多的股票其实后来都超过我的想象，就是那个成长我就是汉唐，你知道汉唐从100多变1000多，发现说我的好老公指标是真的可以筛出长期获利、股利、成长性的好公司。为什么叫好老公啊？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挑老公不是会挑3高嘛，比如说身高高、学历高、收入高嘛。那我觉得股票也是，我们有3高嘛，EPS、ROE、殖利率，所以就用了一个口诀让女生可以去记这样子。OK， 那节目最后我都喜欢问来宾一个问题。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你觉得对你来说最有价值的投资是什么？你觉得对你自己来说最有价值的环游世界OK。 其实我去环游世界的时候，我会觉得他们其实都一直在提醒我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我去很多国家，我都会喜欢研究他国民所得。那我就发现说，照理说越有钱会越幸福，对不对？理论上。但是我去很多我现在去的国家国民所得都很低，比如说我去年去秘鲁，去尼泊尔，去摩洛哥。那其实你讲摩洛哥好了，他们的国民所得是$3000，我们是3万美金。那照理说我们的幸福感是不是它的10倍？就没有，因为摩洛哥是一个回教的国家。回教的国家呢，他一天要祷告5次，每一次半个小时。这5次半个小时，他不停的感谢他的阿拉，感谢让他有工作做、有饭吃、有房子住。我去旅行的时候，其实我常常觉得我比这世界上95%的人都幸福很多。因为你看我可以去世界各地旅行，我可以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我可以去买我想要买的任何东西。但是在这世界上很多的角落，很多的小女孩是来不及长大。你看战乱中的小孩，像是伊朗的女生，她甚至是不允许，可能老公没有允许你不能外出，有没有而且可能你不可以去工作。其实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不幸福，是因为我们爱跟别人比较，所以我们常常去看别人拥有的，忘记自己手中拥有的。那我就想到我前一阵看到一篇文章，他在讲韩国影后宋慧乔。宋慧乔那时候跟宋仲基离婚的时候，其实很多大家攻击他嘛，所以宋慧乔说他那时候失去了爱自己的能力，所以他的心理咨商师就教他做一个练习，就叫他每天练习感谢18件事情。宋慧乔说他一开始是一件事都感谢不出来的。我就那时候想说，宋慧乔怎么可能不肯感谢不出来？因为她是影后，然后她那么漂亮，那么有钱，那么有名，怎么可能？但是她说她一件事都感不出来。后来她经过那个练习之后，她就发现她重新找回爱自己的那个力量，她每天很感恩很多事情。那后来呢？1年后，她其实你看她去拍《黑暗荣耀》的时候，其实她的眼睛是有力量的，就是人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跟自信之后，其实他身上所展现出来是不同的勇气跟层次，所以后来他得了很多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学会了感恩感谢，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我们这个世界上啊，除了生死，其实很多都小事了。当你再回头再看的时候，你就会明白我说的看得越多求得越少的道理。每天要感谢18件事情，3件事就好了。3件事讲，我觉得我书上有教大家，每天幸福练习，我觉得是蛮不错的一个练习。也希望大家在听完这个节目后，也可以一起练习这件事情，然后启动自己的致富原理。谢谢Dr. Sabrina，谢谢。